这次苹果的涨价潮可以说是来得太猛了，一夜之间暴涨，平均1680元。那由于 MacBook 系列是内存大件，所以说直接上涨了1500元到2500元不等。那我相信啊，屏幕前有很多学生朋友，或者是原本想单独买来一台运行 AI 的打工人，本来刚刚存好的钱，结果一觉醒来发现钱还在，但是价格不对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思维去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花同样甚至更低的价格来选一个高配一点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呢？所以说我就赶紧制作了今天这期视频，想分享给大家在选购二手笔记本电脑的时候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该选择 MacBook Pro 还是选择 MacBook Air 呢？针对不同的芯片和配置，哪款更适合你？选择二手笔记本电脑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坑存在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先了解这台电脑是不是原装机，有没有进过水，电池循环了多少次，在屏幕上有没有微小的划痕，接口通不通电，扬声器呢是否有杂音，还有就是机器是不是在保修期内等等等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交易的安全性。在我看来 Pro 的性能更强，因为最大的优势就是它有风扇。如果你是想本地部署 AI 大模型，或者本身你就是影视编导专业的学生，那么经常要做复杂的节点调色，或者是要经常导出半小时以上的 4K 视频，那 Pro 呢，因为它是有主动散热的，所以说可以保证芯片的这个持续火力全开不降频。那另外就是 Pro 的屏幕素质也会更好，因为它有120赫兹的高刷，以及它的接口更加的丰富。那唯一的缺点啊，就是这个机器我觉得就是外出携带真的是不太方便，因为它非常的重，很大。如果说觉得太重的话，当然可以选择14英寸的会更好一些。那所以如果你是大学生，或者是想轻量化剪辑，就比如说只是仅日常的 vlog 或者是短视频啊，然后简单的修图、做图表啊这些，我觉得我还是首推 M 芯片的 MacBook Air， 因为我觉得 Air 它是因为非常的轻薄，机身是无风扇设计，所以说咱们如果在课堂上用啊，或者是在夜晚宿舍里面去使用，完全是静音的，完全不会影响到其他同学。本来呢，我是觉得 Air 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香，但是没想到啊，这次大涨价之后 ，Air 的价格也是直接上涨了1500元。目前 MacBook Air 一共出了5代 M 芯片，我认为 M1 呢才是永远的神，可以说是入门性价比的首选。虽然它是第1代的自研芯片，但是在日常办公、上网课甚至轻度剪辑的时候还是丝滑无比的。M2 呢，我认为是颜值和实用并存，因为与 M1 Air 相比呢，它的就是外观上迎来了大换血，变成了和 Pro 一样的方形造型。那么它的屏幕亮度呢也是更亮，然后还有就是边框更窄，最重要的还是加回了极其方便的 MagSafe 的磁吸接口。我认为啊，它这个是大学生最不容易后悔的一个型号。那我们再看一下 M3， 除了常规的性能提升之外，最大的升级是支持盒盖状态下外接2台显示器。那么如果你没有外接显示器的这个需求呢，我觉得完全可以倒回 M2。M4 呢，它是属于端侧 AI 尝鲜的朋友，以及如果你预算非常充足，那么与前几代的 Air 相比呢，最大的区别就是 NPU 算力的大幅提升，因为它是为专门的这个轻薄本上的端侧 AI 和更复杂的本地运算来准备的。但是如果你有一定的预算，我觉得把多余的预算部分呢放在内存上，我建议大家尽量首选16GB 起步，或者是24GB， 这样呢可以保证你这台电脑呢能在大学4年甚至毕业之后依然还可以流畅的使用。那么硬盘方面呢，其实我觉得就根据预算去选就可以了。那如果说预算很低呢，选择256GB 也可以，但通常我一般选的电脑都是512GB 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相对来说稳妥一些。但是因为啊，就是当内存不够的时候，电脑会调用硬盘来做虚拟内存，所以说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那如果说你经常剪辑视频，素材太多，那么完全可以外接这样的就是 SSD 的高速的固态硬盘。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的麻烦的话呢，你也可以选择苹果的 iCloud 空间，这样的话呢就是更加的方便。那另外让我们来看一下 MacBook Air 呢，它其实有一定的缺点的，就是当我们长时间渲染视频的时候啊，由于没有风扇，所以机器发热后啊会自动降频来保护硬件，同时就是导出视频的速度也会比较慢一些。另外就是60赫兹的屏幕以及机身接口也会比较少。不过作为大学生或者是我们普通人日常使用的话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基本不太会影响你的日常。总而言之，大家在选购电脑的时候啊，在配置上呢一定要多预留出一些空间，这样可以多用几年。那希望以上所有的内容呢，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帮助您选择到心仪的电脑。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和想法，欢迎在弹幕区和评论区和我一起讨论。也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期见啦，拜拜。